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大小厨入局战现在开始。走出紧张激烈的竞技场，推开一扇烟火气的小门。一饭家常菜，从碳水炸弹到酱汁硬菜，从地方风味到创意混搭，总有一道是你的菜。开火，一看就懂的教程，一学就会的窍门，一聊就停不下来的人情味。煎炒烹炸是生活的即兴演出，咕嘟作响是家常的幸福滋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屈于瑞，也是一饭封神第1季的选手研究生。今天呢，我要教大家小厨做大菜。那今天我选用的菜品呢，也是来自我广东的一个咕老肉。而且到了夏季小满这个季节，吃点酸酸甜甜开胃的，我觉得特别合适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了用水果做的咕老肉。好，那我们先把水果给切配一下。头跟尾去掉，切成差不多跟咕老肉大小就好了，一口一个，吃起来是爆汁的，就刚刚好。就家常菜，我会觉得就比较随性，怎么简单怎么来，怎么好吃怎么来，怎么喜欢怎么来。那如果你不吃猪肉呢，你也可以换成虾；不吃海鲜，你可以换成牛肉；牛肉不喜欢换成羊肉。千变万化，只是同一个味型，是这样大概的操作。然后接下来处理草莓，草莓呢就把它切成角，待会点缀在上面，一口一个，特别的舒服。因为吃完五花肉会有点腻嘛，然后刚好就是用时令的水果，草莓、凤梨、蓝莓。如果喜欢吃辣的话，放一点小米椒也是可以的。然后接下来可以切点彩椒，彩椒应该买绿色的。啊，因为它颜色嘛，颜色搭配也很重要。凤梨的黄色，草莓的红色，蓝莓的蓝色，然后还差一个绿色，我就用了绿彩椒。那我们先把洋葱还有彩椒先炒一炒，给一点点底味。把这个小葱放进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给猪肉调味。猪肉是不是有很多形状的呀？其实一般都是球形，但其实咕噜肉啊有特别多种的不一样的演变。这次炳胜的全哥他做那个脆皮叉烧，他就是用的全肥的猪肉，所以它吃起来是爆汁的。然后我呢就更喜欢吃带点肉感的，所以我就选了五花肉，就这样撒的均匀一点。淡淡的薄盐，然后白胡椒，增加一些香味。好，让它稍微腌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包点自己喜欢的水果进去了。就这样子包好了一个小球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就是有手就会。玉米淀粉用海天的。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过3关，但今天我只过了2关，因为想让它薄薄一层，不要太厚。然后我们这里就稍微沥一沥，然后把它放进去。你看这里就铺满玉米淀粉，然后一下子也别放太多，因为要把它滚成球的形状。这个时候正好也是帮它塑一下形，再用手这样来回，像包汤圆一样，看到没？这样滚雪球，所以叫咕噜肉嘛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晃，这个是最好玩的一个环节了。哎呀，它裂了一个，所以我还是用手吧，一个个来，这样来回倒腾。好，我们弄好了之后，可以稍微把表面的这个粉塞一塞，不能是裹好粉就下锅炸，因为它需要有一些水分渗透出来，它能让粉
更好的裹在这个肉上面。如果你现在上去炸的话，整个锅都是粉，然后它也粘不住。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刚刚好的，你看到没？这个肉里面的水分已经渗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调酱汁儿。一般呢，我的比例是4勺的番茄酱，2勺的醋，2勺的糖，然后一丢丢的盐。这样就好了。待会下锅再给它稍微热一热。然后温柔的一个个放进去，不要太晃动它。等全部放进去了，我们再稍微升温一下。因为你在放的过程中呢，它在升温的话，就你一个不注意，它容易糊底。你看这个时候就不会粘锅了，它就是一颗一颗的了，很漂亮，在里面成型了。炸个3分钟左右，然后用中小火，我觉得大概差不多150左右吧，然后再用高火去把它炸脆。OK， 差不多给它炸透了，我们就可以先拿起来升一下高温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就同步来把这个酱汁给热了，浓缩了。这边快速放下去炸啊，听到这种声音就对了，这美妙的声音，把它炸上色就好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可以放点凤梨进去了，因为凤梨只有加热过后，它里面的汁才会更加的多汁一点。在它酥脆了，可以盛起来了，放进去，然后再加一点点海椒，刚刚炒香的。出锅喽！就每一块肉上面都裹满了番茄汁。我们摆一下盘，草莓、蓝莓。好了，我的这道水果咕噜肉就做好了。杨老师再次来到我们宜饭的特别节目家常菜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？我觉得就很亲切，像回到自己家一样。特别怀念去年的那个夏天。那去年的时间到现在，你都有在做什么？一直在做菜呀，一直在分享美食。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我们江浙以及福建特别喜欢的一道家常菜，叫乌米饭。乌米饭是我19年前入行的第一道菜，所以说印象特别深刻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会准备好乌米饭，那记得乌米饭不要泡太久的水。我们的配料有腊肠、腊肉、干贝、香菇、虾干，重点是这一碗猪油。那我们就开始了，开火热锅冷油，加入猪油。给大家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炒乌米饭要用猪油？加入一点点虾干，加入一点干贝，腊肠、腊肉，也可以用五花肉，少许的香菇。这个步骤很重要，要慢慢煸炒，把所有的海鲜以及肉类的风味煸出来。慢慢煸炒，开始冒泡。加入少许姜末，去腥增香。这个时候可以加入我们的乌米。乌米饭除了可以做主食呢，它也可以蒸各种海鲜，比如说蒸龙虾、蒸膏蟹，是最经典的做法。这个时候我们快速加入少许蚝油、红烧酱油、五香粉，加点清水。
出锅前加入一点红葱头酥，炒干水分就可以了。关火，倒入盘中，放入蒸笼蒸30分钟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蒸箱的话，我们可以多加点水，然后小火慢用盖子焖煮它，焖个20分钟也差不多。要不再给你们唱首歌？没有音乐没办法来。哎，你们哪里人？四川。啊，四川哦，我也四川的。你这个说话口音也不像四川小片。新四川人，是。可以了。撒一点干葱头酥，撒一点葱花，点缀。家常菜也可以很精致。想要了解更多心机兵法，关注我哦，杨彦斌。老师，你准备开始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吗？好 ，Hello。天气开始暖了，这个是一个比较清爽一点的方法，厚的就是没有放其他味道。然后还有几块我就切薄片，放一点糖，洋葱啊、紫苏叶上。一个泡菜的比较酸酸甜甜的两个对比。加一点橄榄油，牛扒，基本上两边就是一样时间煮出来就没有什么出错的空间了。
调自己喜欢的味道。OK， 这个是像一个牛扒，但是是比较清爽一点，像一个沙拉，就是这样。你为它取好名字了吗？没有名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董佳琪 Tiffany， 今天非常开心又给大家做饭了。今天要分享一道腊肠蛤蜊汤，这款汤呢做起来简单又好喝，大家喜欢喝汤的话可以在家试一下。首先呢，这个蛤蜊是我们在市场里面买回来之后，就先给它放点水，放点盐去吐一下沙子，放盐在水里面让它吐沙，其实这个道理是就是让它模仿海水的这个程度，让它就是很自然、很舒服的环境，它就会吐沙。我个人感觉，你如果点了油的话，它就不像海里的这种模式，它就会很紧张，然后它就长期它就是口就会闭上。我们现在就干锅把蛤蜊放进去，目的就是要让它把身上的这些汁水吐出来。然后我们的白葡萄酒一点点，盖上锅盖让它焖熟。然后我们另外一个锅准备就可以炒蔬菜了，放一点点橄榄油。我们先把这个腊肠炒香一下，然后再放洋葱，放芹菜进去。给一点点底味，放一点点面粉进去这个锅里面。放面粉呢，其实就是让一回这个汤能更快的稠一些。放一点点胡椒粉、水，放一点点鸡粉。其实这道菜真的很简单，切煮，全部放在一起就行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蛤蜊捞起来，把汤放到这个蛤蜊汤里面。这边开锅了，我就把这个土豆先放进去。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文蛤啊，芒果贝啊、花蛤这种会多一些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蛤蜊放进去，中慢火让它慢慢咕嘟一会，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。像刚才我放的面粉其实没有很多，大概也就是2勺。哦，那出来的这个汤呢，主要就是靠这个土豆的淀粉去给它弄稠了。那如果连这20分钟都不想等了，那就可以在撒面粉进去的时候多放一点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这个汤就能更快稠一点。也是那种在厨房干活边做边收拾，需要他们整理的人是吗？对，我受不了凌乱、脏、不干净这种，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在酒店上班嘛，其实酒店的这种食品安全卫生意识要特别的强，所以从小就习惯了边干边收拾，这也是我以前的师傅教我的最重要的一句话。
好，现在20分钟过去了，我们现在其实看这个汤呢，还不太像是奶油蛤蜊汤的那种颜色哈。最后我们要给它一个淡奶油，把颜色稍微一调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出锅，点点，最后给上一丢丢橄榄油，放一个草。这就完成了，这款腊肠蛤蜊汤就做好了，真的是非常简单。爱吃蛤蜊的，然后又爱这种咸鲜浓郁的汤，赶紧在家试一下吧。姐今天又来考虑什么感受？哎呀，你说到这个，我确实还挺感触的，真的是刚刚好整整1年，就是让我想起了很多去年的回忆。真的就是跟我去年在一帆风神餐厅经营赛里面做的 taco 一样，包裹着所有很丰富的东西在里面，有各种不一样的味型，有辣，有刺激的，有酸的，很丰富的内容全部裹在一起，这就是我去年的一个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呀，我还没介绍自己，重新来啊！陈皮啊，消暑的。给它甩一下，一定要把酱炒香。一坨变2坨。3、2、1，上链接，把我这个本人的链接上去。还是有点小功夫在的，没想到会来到一帆风尘，我依然叫着公牛，别忘了来点家常菜。